未来在地球上怎样做自己才会越过越好。有缘人。今天这个影片里，佛陀、老子、孔子三位老圣贤说，要一起来度你的苦，因为你是有福报的人。心经、道德经、金刚经、论语、儒释道三家核心思想，我用大白话揉碎了，换成生动形象、有趣好玩的例子为你解说，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听不懂，懂不懂国学的人都能听。我之前所有的视频你都可以有理由错过，但是这条做自己你若错过了，你会后悔一生。良师不是天天在，良机不会天天有，老天给你的福报，你不珍惜就用完了。一场电影大概2个小时，我会让你比看一场觉醒心灵的电影还要过瘾。整篇文案都在围绕3个字：做自己。我带着你从底层逻辑一环扣着一环，少哪一步你都不明白做自己的真谛，所以你听不到最后，你是不会明白我说的做自己指的是什么。觉醒吧，有缘人，是时候该你觉醒了，真的会刷新你以往对做自己的那些理解，让你的认知直接飙升。佛陀说，听真理的人和传播真理的人都需要足够的福报来加持，所以佛法难闻不是你闻不到，而是你没有足够的福报。就是真理来了，摆在你的眼前，你也听不到，因为你的业力会将你牵引走，让你看那些暂时舒服的视频，但因果就是你不主动提升自己的灵魂。放下手机，没有人会替你受你眼下的苦。我已经很认真很耐心地把视频做出来放在你眼前了，你要不要借助老天给你刷到他的机会，认真地听完，然后叫醒自己，就看你自己的造化和缘分了。做自己这3个字，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你明白什么才是究竟意义上的做自己吗？今天我就把做自己的5个阶段分享给你，看看你目前在哪个阶段。我真的希望你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因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做自己才是真正究竟上的做自己，是你开悟以后的做自己。关键是第5个阶段特别有利于你在人间生存，无论你是谁，活在这个世上的一天，你睁眼就要吃饭。如果你天天听我的内容，让你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什么做自己，做别人，做谁都没有用，对吗？所以我今天是以一个商人的视角来带你看待做自己这3个字。一个人为个体，每个人都是商人，你每天都在和外界交换价值，没有这个商人视角，你做不好买卖，你的日子比谁过得都悲惨，你走到哪里都没有人待见你。为什么要用商人的视角活在这个世界？等一下你听到最后，你就会知道，商人视角不是商人，而是上帝视角。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接下来只是客观地带你看到每个阶段的做自己，并非否定，因为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作用，你只需要跟着我来看看你在哪个阶段。最好的觉醒是看到你自己。第1个阶段的做自己，
完全自我，自私自利，不顾及任何人的感受。只要我感受好，不需要你感受好，甚至为了让我感受好而不顾一切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直接跳过。忒不积累福报了，对吧？看看你目前在不在这个阶段，如果不在，你来看第二个阶段的做自己，从原来的讨好别人，向别人卑微的索取，从原来的压抑自己的内心，不敢说错话，怕别人不喜欢自己，然后一夜睡醒，突然支棱起来了，从此决定做自己。我再也不要忍了，什么别人的眼光，什么别人怎么评价我，我只需要放飞自我，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就是这样子的。看不惯就把眼睛闭上，原来是怂，现在是拽。一看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憋屈太久了。就那目前还有很多人向往这样的活法，只是暂时还没有敢迈出那一步。如果我说的是你，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管是什么关系，这件事情，这个人是谁，对我有没有利益，还要看我高不高兴。不高兴就是我亲爹，就是1000万的大合同，我也不甩你，主打一个任性，我管你是谁，直接小黑屋。这就是目前很多年轻人理解的六亲不认的做自己，从一个极端来到另外一个极端。我说的是你吗？虽然你主打一个爽了，爽过头你就要痛苦了。这样子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穷。你去观察，没有什么发展之路，因为生存看的是价值，而不是看到我高兴。你原来痛苦是因为你在讨好压抑的极端，你现在痛苦是因为你在反骨的极端。你不知道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不该得罪。原来的气球要炸了，放一点点气可以，但凡是物极必反。对，只要你不犯法，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但是有缘人，拒绝内耗不是你向外拒绝的功能有多强大，而是你内部消化功能太弱。这个领导今天给我脸色看，那个客户今天不给我面子了，我老公今天回来那个脸拉这么长，以前都是我惯着你们，现在我要做自己了，通通开除，该离职的离职，该离婚的离婚。那请问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高兴给你？就算你高兴的时候幸存下来那几个人，按照你这样的性格，将来有一天也会被你打入冷宫，不可能处处都让你高兴，总有让你不满意的时候。所以处在这个阶段当中的做自己，会把全家人活成自己的敌人，父母都会被自己拉黑。现在很多00后不都是这样子的吗？把父母拉黑，只有需要转账的时候才把他们从小黑屋当中放出来。这不就是当代年轻人理解的做自己吗？以你这个个体为商人来看，你的生存之路就是你和外界交换空间的大小。你越会统一万物，人越多，
空间越大，路越宽，你的路就更好走，你得到的就越多，你才有可能变成富人。人人都可跟你做生意，你的生意就能做大。人人都不配和你来做生意，你就是再好也是孤寡一个人。随着你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由原来那么宽的路变得那么窄小，甚至到最后你只适合一个人过，你跟谁都处不到一起。你不要认为这样做自己很爽，这可一点都不智慧。本来你是为自己好，结果整反了。如果你10几岁任性一下还凑合着，你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睁眼就是电费、水费、房租费，万物都可为我所用，前提是你要跟万物统一立场，不是跟万物搞对立。我行我素，最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孤苦伶仃，穷酸潦倒。前面2个阶段的做自己，如果说的不是你，你来看看3、4个阶段当中有没有你。第3、4个阶段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了，貌似境界升高了，精神也丰富了，但是又有那么一点不太实际，脚还没有扎在地上，没有返璞归真，容易修偏，容易修出那种虚无缥缈的仙气。尤其是第4个阶段，如果我讲的是你，你以后连喝凉水你都喝不上，你不信试试。第3个阶段的做自己，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认为真正的做自己就是活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我说的是你吗？这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以为的？好，那我问你，你自己是谁？做我自己。我是谁？我们有自己吗？听从你内心的感受。难道你的感受不是你的认知和你看问题的角度带来的吗？我们的那些想法难道不是曾经某个人给你灌输的吗？或者社会集体意识？你这又不是在做别人吗？那你自己是谁？你有自己吗？那你现在还觉得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就是做真正的自己吗？你说的那个自己是由无数个外界的认知系统支撑起来的你，就像我今天给你灌输的认知，如果你认同了，未来你听从这个认知去活，难道你活的不是我吗？那真正的你自己在哪？听到这里，学习过传统文化的有缘人就说了，我知道，真正的做自己就是做那个高我，那个宇宙源头的我，那个真我，那个本我。如果你在这里执着做真正的自己，就是把那个真我和高我活在3维空间，你完了。到最后你连喝凉水你都上顿不接下顿，因为你说的那个真我和高我就是不可能3维空间的，它就不是这里的东西。我直接给你们举个大白话的例子，这个例子会让你恍然大悟，看懂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仅仅是例子，是故事化的例子，不能代表事实，不能代表我在神话，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高维空间拿来给你看，我只能尽可能的去启发你，靠你自己去悟。眼睛是看不到的，心才能够看到。
所以接下来请把我讲的当成故事去听。现在请你想象一个鱼缸，鱼缸里有鱼有水，这个鱼缸把影子投射在地面上了，那个鱼游啊游，那地面上的影子栩栩如生，可真了，真假你都分不清。真正的鱼缸，我们把它比喻成真我和高维空间，地面上那个影子就好比我们的娑婆世界，影子是真我，高维空间向下投射的投影，就好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那个一头射出去的万物，在三维空间当中寻找真我，活出真我，就好比在地面当中抓真鱼，这不是愚痴，是毫无结果，毫无尽头，完全是没有理解儒释道三位老圣贤的真谛和嘱咐。老子嘱咐后人说，我说的那个道不是那个真正的道理。佛陀说我的智慧，我的样子就是指向月亮的手指，并非是月亮本身。我们看到他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只能说接近真理，真佛，或者说真理的影子。佛陀反复告诉我们，凡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师，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不要看到地面上的影子，在世间看到我的佛像就觉得见到真的我了，不要认为那个假我是我，不要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像就以为你见到真佛了。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用心去体悟佛法的智慧和了解真相，而不是盲目的崇拜神话佛。佛法不是神话，它是一门哲学。注意，我没有否定你去拜佛像，那是助缘，是道具，你大可以去做，但是你要知道，那是指向月亮的手指。佛陀说，真正的我是那个无论因缘条件怎么变，无论光线照不照鱼缸，显不显出来影子，那个不生不灭的真鱼缸才是真正的我。一切众生都是如此，一切众生都在这里，是影子，都是假象，他们都有自己本来真实的面目，只是众生有太多的认知障碍了他看清自己。好，那你现在还认为做真正的自己就是在三维空间把那个真我活出来吗？你还要继续在那个影子当中抓真鱼吗？你能抓到的都不是鱼，只是一个虚幻的假鱼。这里是一场空，你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一场假象而已。那有些人就说了，我不相信我抓不到真鱼，一切都是空吗？空，为啥我能够摸到看到？你说我们都是影子，你讲一个鱼缸的例子，你就能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假的吗？我看这里摸那里都那么真实，我的儿子那么可爱，老公那么帅，怎么一切都变假象了呢？我们语文课本当中有一个故事，正好解释了佛陀说的空，是解释佛陀说的空最形象的例子。一只狐狸走在老虎面前，所有的小动物见到它魂都吓掉了。狐狸见到这样的情景，以为大家都很害怕它，越走它越威风，越走
他越相信自己的威风是真的，就像我们相信自己活着是真的，看到的一切也是真的一样。大家觉得狐狸的威风是真的吗？那狐狸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威风是假的呢？因为他不知道他背后有一个老虎这样的因缘条件在支撑他的威风。他认为自己的威风是自己自发性展现出来的，他要知道他就不是他了。如果把老虎这个因缘条件给他抽掉，狐狸靠自己本身还有可以自发性的去支撑他威风的元素吗？没有。离开老虎，他啥也不是。所以狐狸威风的表象是个假象，你承认吗？他威风的表象必须建立老虎这个因缘条件之上才可以成立。如果狐狸认为自己的威风是真的，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威风，你从高维认知俯瞰狐狸，狐狸解脱痛苦是不是只有觉醒认清真相才可以？你会不会跟他说，哪有你的威风？老虎的威风跟你有啥关系？你都不曾得到，谈何失去？所以佛陀说的有事你有本事靠你自己，不靠任何元素来支撑你，你可以一直威风下去才算你真威风。那没有不就是空的吗？狐狸威风背后的性质是不是空的？所以佛陀说缘起性空，因缘支撑起来你的样子，你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真实的性质来支撑你的。就像你现在看手机的样子，手机是一个因缘，信号是一个因缘，把这些因缘条件都拿掉以后，你还有一个看手机的样子吗？性质是万事万物表象背后的东西，你的表象背后有你的东西吗？你的表象背后如果没有你的东西，那你的性质就是空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到狐狸威风假象的背后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吗？没有。拿掉老虎，它啥也不是。如果老虎不乐意了，这个因缘条件不在了，就像我们的心脏不乐意工作了。狐狸威风的表象和你幸福的表象，和我们活着的表象，就如同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虚幻不实。再给你上一个绝版的例子，你一定能开悟。假设你爸是富豪，给你钱的时候你超级威风，看把你嘚瑟的，你这个威风的样子是个假象。因为把你爸这个因缘条件抽掉，你还能嘚瑟起来吗？透过表象来看本质，你本质后面有真实的东西吗？你自己本身没有真实的能量，真实的智慧，真实的财富。你嘚瑟背后的性质是空的，你无法控制你老爸下一秒给不给你钱，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脏下一秒会不会停。你靠你老爸嘚瑟，但是你本身自己啥都没有，你自己没有一个可以长久性来支撑你自发性嘚瑟下去的元素，只靠你老爸这个因缘条件来给你支撑这个威风的假象。所以佛说你嘚瑟的表象是一个假象，是一场空，如梦幻泡影。说你嘚瑟表象背后的性质是空的，你承认吗？通过这两个例子给你铺垫，真正的核心来了。
佛说这世间万物都是那只狐狸，万事万物呈现出来的现象都是假象，都是一场虚幻不实的梦幻泡影，包括我们活着也是一场假象，因为你在假当中，所以你感受不到。释迦牟尼说，这世间一切表象背后都没有一个真实性，能够靠它自己自发性来支撑它这个表象的性质，任何现象都要借助它背后的因缘条件支撑才能显出的现象，都有无数个像老虎这样的因缘条件在背后支撑它。比如说手机这个像，有电板，有壳子，有金属，有玻璃，把这些因缘条件都拿去的时候，它这个现象还能靠它自己在那里自发性的支撑它自己存在下去吗？就像狐狸的威风，所以它的存在是一个假象。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在跳，能正常吃饭，正常喝水，就会显出一个活着的像。拿掉这些因缘条件，拿掉这个老虎，拿掉那个有钱的老爸，我们还能嘚瑟吗？我们生命的假象就会立马幻灭，只是众生看不见它背后有因缘条件，就像狐狸看不见它背后有老虎一样。那我们的生命都是假象，那些我们的财富、房子、孩子、老公，所谓的幸福，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之上，才能够让你看到那个假象。拿掉他们背后的因缘条件，他们的假象就会立马空掉，就像那只狐狸的假象，立马就会露出它的真实面目。佛陀说，我们最终都要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一场空，是一场假象，是一场梦。你是现在接受，还是在你生命最后那一刻结束？看你自己的造化。你现在接受，现在就能够顺其自然地活着。如果狐狸认为自己的威风是真的，哭自己的威风不见了，你会怎么叫醒狐狸？你会不会告诉他，你的威风从来都没有来过，你的威风只是一个假象，你有什么好哭的呢？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你的爱情从来没有来过，你的家人，你拥有的一切从来都没有真实来过的这里，只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在一起，让你看到了一个假象而已，是虚幻的梦一场，终究你这场梦会醒来。这就是佛陀说的因缘所生法，大白话是因缘生出了这世间的一切假象，所以因缘聚则相生，因缘散则相灭，而这些事情背后的因缘条件每天都在变化，谁能够猜到它的变化？谁能够停止它的变化？就像我们希望自己的心脏不要停止跳动，这比让地球停止转动还要难。我们今天在这里之所以有一个活着的假象，是因为我们背后的各种因缘条件聚合在一起开会了，他们在一起开会就有我们，他们要散会了就没有我们，就这么简单。你想多了都是多余的，你能做什么？你又能控制了什么？因缘条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不打你招呼，
生你之时你不知，他们啥时候散会也不打你招呼，所以灭你之时你不知。活着就是庆幸，醒来就轻松的活着，醒不来就痛苦的活着，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是轻松的活还是痛苦的活，最后人总有一死，我们都会死，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生命的来去就是因缘一巧合就生，因缘一巧合就灭，整个过程就是那么自然，自然的来，自然的走。谁能够知道自己哪一刻生？谁又能够知道自己哪一刻走？谁又能够知道自己存在这里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你能够提前算到吗？因为生命不是我们的，因缘条件也不是我们的，因为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掌控不了它，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去下一秒怎么变化。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亲人、爱情、健康、财富、活着、死去都是一场假象，都像做梦一样暂时短暂存在而已。因为这场梦太短暂，所以佛陀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不可太执着。佛说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吧。因缘条件要变化的时候，老虎要走的时候，我们只能让它随缘分来，随缘分去。因缘把我们推到哪里就是哪里，因缘让你体验什么就是什么，不接受你就痛苦，接受你才能解脱。没有办法，这个世界的真实样子就是这样子，谁都难逃。佛陀说，如果把你的幸福寄托在对方身上，或者寄托在你们的爱情之上，或者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或者寄托在哪一件事情上，他们连自己的存在都没有一个真实性的来支撑它永久存在的元素，就像狐狸自己都没有一个能够使自己威风嘚瑟下去的元素，他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支撑自己，他们又怎么能够来支撑你的幸福、你的期望呢？所以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变的时候、考不好的时候，不要对他生气，不要失望，他自己也掌控不了变化。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当你能够看清这里终究是一场假象，至于那个假象早一天灭，晚一天灭，早一天到来和晚一天到来，你失去和得到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区别了。你得到过什么，你又失去过什么？大千世界存在不过就是因缘一巧合，接着又因缘一巧合，紧接着又因缘一巧合，就这样因缘来来去去，假象变幻不定。你爱你的孩子是假的，你爱你的老公是假的，你爱你自己也是假的。因为当把你爱他们背后的因缘条件拿掉的时候，孩子的乖巧、孩子的成绩、对方的身材、财富、健康、对你的好等等，你还能显出爱他们的样子吗？你那个发疯嗔恨的样子，你那个大声吼叫的样子，你还觉得你对他们的爱是真的吗？包括你自己，优秀的时候你就喜欢，自己稍微差劲的时候你就讨厌，
你和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一场假象，只可体验，不可执着。你对别人都是假的，那别人反过来对你怎么就不能假了？你的样子都可以变幻不定，为什么别人不能在你面前有变化？把别人反过来，世间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一切认可、讨厌、支持、障碍、信任、猜疑等等，不都是假象吗？如露亦如电，一应作如是观。痛苦是假的，情绪是假的，念头是假的，智慧是假的，生死是假的，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所以心经当中说，无明，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无老死，乃至亦无老死尽。无这无那的都是影子，五蕴皆空，没有愚蠢，没有智慧这一说，没有积德这一说，没有失去，没有生，没有死，没有苦集灭道，不生不灭，都是一场短暂的假象，都是影子。一切不变的就是变，总有一天你背后的因缘条件会变化，会让你这个假象幻灭。所有令我们暂时讨厌不接受的事情，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解决它，让它自生自灭。你肯定是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要执着去改变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就像你执着要跟地上的影子讲理一样，它本来都是一个假象。或者是你执着去报复一个人，就像你对着地上的影子蹦来蹦去，踩来踩去，你看不到你，所以你不知道你，它本来就是一个假象。光线不照射的时候，影子就散去了，啥也没有了，你这不是闲得慌吗？所以佛说，这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值得你抓住不放的，值得你生气愤怒的，没有一样存在是值得你寄托和靠得住的，因为它们背后都没有一个真实性的性质可以让它们长久存在。如果这世间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又没有修道去接纳和解它，其实你是可以选择不看地上的影子的，你是可以选择不搬脚下这块石头的，你可以绕道走，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你心中存在一个幻影，你过意不去，你太在意这个假象，所以你非要去解决那个问题不可，你非要去说清楚搞明白不可。其实你去做别的事情，难道有人拉住你的袖子不让你做吗？好，最有趣的来了，既然我存在这里都是假象，我活着也是假象，这里一切都是假象，那还让我在这里干嘛呢？我在这里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将带你进入下一个真相环节，完全升为你的认知。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你活着就是一个假象，你身边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假象，但是你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当中，你依然看什么都很真切，你依然做不到不执着这里的假象，因为你需要修什么？修补地上的影子。现在地上的影子
假设就是真我的照片，它原来只有一个样，原来的样子你很容易就看清自己。由于宇宙大爆炸，一生出了万物，万物各长得不一样，你已经认不清这些万物就是你自己了。所以说我是你，你是我，石头是你，山川是你，河流是你，我们本是一体。你的认知不回到一的视角，不回到造物者的视角，你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是你。当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已经决定这里的众生是最苦众生，因为我们与自己分离了，我们不圆满，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修圆满。我们不完整，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修完整。而人类的痛苦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他们达到圆满，解脱痛苦，那就是爱，就是你爱身边的万物，如同爱你自己一样。当你真正借助万物，通过地面上的影子，反观推测到真正的自己长什么样的时候，你见过真正的自己，就不会再执着这里的假象了。借助这个假我到达真我，就像当年三位老圣贤通过地面上的影子，通过万事万物的发生，反向推测到宇宙的全貌，看到真正的我自己是谁，我来自哪里。如果我来自高维空间，那么高维空间的我又长什么样子呢？三位老圣贤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而是用心悟到了。他们没有办法让那些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众生看清自己，只有众生亲自借助这里的假我自己悟道。但是说到借助假我到达真我，目前还有无数个人是不知道这个假我存在这里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所以接下来我就带你认清这个假我的作用，他在这个地方是干嘛的，他是谁，这个我是干嘛的。有缘人，灵魂拷问你一下，你在喝茶的那一刻，到底是茶支撑了你喝茶的样子，还是你支撑了茶被你喝的样子呢？这个问题如果你能悟透了，你的思维真正的就来到了上帝视角，你就是那个商人视角了。你不是茶，你怎么知道茶不再觉得你成就它的样子呢？你认为你在喝茶，茶认为它在被你喝。如果我们把万事万物当成叫醒自己的道具，来给我们体验的道具，那你怎么知道茶没有在借助你醒来呢？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在体验你呢？体验被你喝的样子，体验被你从树上摘下来的样子，你怎么知道万事万物没有在借助你看清它也是这影子当中的一个小碎片呢？你又怎么知道万事万物没有在借助你来看清自己和你是一个整体呢？只有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假我和世间当中的一株一草之间有着什么联系。有缘人，你继续往下听，你会不由自主地对万物产生一种敬畏和慈悲心。万事万物都有灵性，万事万物都是真鱼缸的影子，都是真我的投射。你不是茶，你怎么知道茶是怎么想的呢？如果咱们读不懂万物，只能说明我们跟万物之间对话的因缘条件
还没有达到。植物有植物的语言，动物有动物的语言，人有人的语言，只是我们的能量频还到达不了万物。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人家的内部系统。佛陀也许可以读懂一片树叶，读懂整个宇宙。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会说话的，会吃饭的肉人像。你理解的这个生命是建立在你的认知之上。我们和茶叶和万物只是背后支撑的因缘条件，元素不同，显出来的像就不一样而已。而把这些元素拿掉，我们和世间万物一切回到空的原点都会灭，大家都会变成无。我们跟一片树叶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什么高级之处。这一刻你看到了这个假我的渺小，这是我要提醒你非常非常关键的点。人类之所以会很多痛苦，是因为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的妄念。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能改变天，改变地，老天让我受这个，我就是不受。如果万事万物都在受自然规律推动，那我必须得站在万事万物之外，因为我比较特殊，我多了不起，我就不要受自然规律这个校规的管制，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你看看，这是不是我们人？我们认识不到自己只是万物其中的一个小粒子，所以做自己之前要先认清这个假我，认清假我回归一粒尘埃的身份，认清自己只是万事万物当中的一员，更不要去干涉阻碍其他队员的发展。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一粒尘埃，把你自己回归到万物的队伍当中去，站好队，把你自己回归至一，这叫和光同尘，回归大家庭，回归天地合一，回归到影子当中去，承认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碎片，只是这世间诸多因缘当中的一个小小因缘，而自己的身份，你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整体，你在这里的作用和万物之间是相互叫醒，相互体验，相互成就，而你在这里的任务是用你的灵性通万物的灵性，最后把万物整合在一起，拼成大图，一个完整的影子，一个完整的你自己。然后通过这个假影子去反观看清真我是谁，你就算成圣人了。第5个阶段的第一个做自己，认清自己做尘埃。第2个做自己叫做拼大图，拼凑大图，借助万事万物发生，因为大图里面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所以做大图就是做你自己，修自己就是修大图，就是整合世界万物发生，把万事万物发生放在一起去参悟，回归本心的那一条路。因为这个大图也是你回家的地图，修补自己就是修补这些碎碎片片，修自己这颗心去接纳万事万物，修自己这一颗心去慈悲善待万事万物。假如你是一个拼图的孩子，这个事情我不喜欢，这个念头，这个情绪我好讨厌，那个人我要把他拉黑，那件事情我要跟他对着干，我要不放过这个，不放过那个，
世界本无外人，你我皆为一体，天下人共同利益。当你看清世界只有你和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慈悲万物，你就会明白，爱别人就是在爱自己，包容别人就是在包容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你自己，成就别人等于成就你自己，嫉妒别人也是在嫉妒你自己，恨别人也是在恨你自己。而你从前要干掉的那个人，你恨的那件事情，你讨厌的那个情绪，你对抗的那个念头，通通就像一个把手中图片往外扔的孩子。你每一次憎恨的时候，讨厌别人的时候，对抗这个影子当中任何一个小碎片的时候，哪怕是你的情绪和念头，你的家人，你最恨的人，你都在亲手将自己撕裂。唯有接纳和爱，唯有慈悲可以解脱你的痛苦。当你每一次对抗发生的时候，当你心中一场恨的时候，你马上内心当中就有一股撕裂割痛的感觉。对抗不接纳，就像小孩把自己的肉撕下来往外面扔，只是你没有这个向下俯瞰的认知。你要知道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你就不这样做了。因为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才是你。你每一次的恨，每一次的对别人的报复，对别人的惩罚，都是在将你自己亲手撕裂，都是在惩罚你自己，都是在伤害你自己。什么时候你开始停止这些，开始接纳发生和到来，用一种慈悲和爱的方式对待他们，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感受和事情，不管你喜欢的还是你不喜欢的，都把它当成曾经被你割舍出去的肉又回来找你了，那可是你自己回来找你了。当你知道那个发生和存在，情绪也好，疾病也好，不是来伤害你的，它是为了来修补你的完整，修补你的圆满。你不恨，你不对立，不撕裂，你马上就不会痛苦。你现在为什么痛苦？因为你不圆满，你身上缺筋少肉。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管你乐不乐意，你都满怀慈悲，满怀接纳的把曾经那块肉迎接回家。爱你的敌人就像爱你的孩子一样，拥他入怀，用爱一针一针的把它缝回来，你就圆满了。什么是圆满？圆满不是你有子女，有钱花，有人爱，什么你都有，那不叫圆满。真正的圆满是你内心当中接纳了一切的发生和到来，给我什么体验什么。一个人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你让他吃什么，穿什么，体验什么，他的内心都是圆满的，都是完整的。听到这里了，你说我知道了，我一切都知道了。对，你只是知道而已，但是你放下手机，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你身上的福报只能加持你听到真理，你听到的真理只是文字智慧，你要想和真理融合在一起，达成知行合一，你身上的福报还不够，还要继续的去修福报，修功德，
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我要说第5个阶段当中做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想要修炼到知行合一，知识理论和做到之间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的，相差的不是108000里。我们需要积德，需要反复的锤炼，但是你修行面临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悟，不是醒来，是活着，是生存，是健康。人都没了，讲什么都没有用。如果在你还没有醒来之前你就嘎了，你等于浪费了一次做人的机会。所以我们做人的一天，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健康和生存。多活一天，你就多可以悟一天，你就多一点做人的机会。我指的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的。如果在你没有醒来之前你就嘎了，你对死亡的恐惧，你的认知无明，对这个世间一切的执着和放不下，这些因果就像光照条件，可能这一次是3点钟的光线，把鱼缸的影子给你照到地面上来，照到人间来了。可能下一次光照条件，因缘一改变。我指的光照条件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因果，而5点钟的太阳光照角度不一样了，给你的影子投射到死坑里去了，臭水沟里去了，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18层。或者说，有的时候光照出来的影子像棵树，有的时候照出来像一条狗，有的时候像一个人，成什么相你就体验什么相。所以弘一法师说，今生能够修做人，今生珍惜，今生不向此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来生你还能不能有幸遇到良师？还有没有人会叫醒你？你还能不能遇见传统文化？你还能不能来这里做人？一切都是你今生的因果造化。所以你在这里活着就是生存，就是活着，就是健康，就是体验发生，然后在事情上面去修炼你不对抗恐惧，修圆满的那个过程，包括你对生死的不恐惧、不对抗，没有别的，就是这些，你就这些事情。但是仅仅这个生存就难倒多少人？你们其中有多少人天天因为经济问题焦虑痛苦？那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掏空你生命的，最消耗你健康的，最提前结束人修行生命的，就是穷带来的不安和焦虑。穷人夫妻百事哀，鸡毛蒜皮的事情天天都数不清，80%-90%的事情都是因为没有钱才吵架。每一次吵架生气都在掏空你的生命。比如说你可以活到90岁的，但是因为穷给你带来的焦虑、恐惧、吵架、担心提前耗干了你只能活到50岁，你就少了40年在人间修行的机会。万一你活到80岁的时候你成佛了呢？你看多可惜。那我们不对抗穷，不就不被它掏空了吗？当然可以。朝闻道，夕死矣。你要是能够做到我说的那个究竟，生命哪一天结束都无所谓，多活一天少活一天有什么区别呢？关键是你能做到吗？你别在还没有学会去接纳穷之前
你就被穷死了。你不要以为修行是一件非常仙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是有因果的，你不做事情，下一秒老天就会饿死你。很多人接触修行不赚钱了，不工作了，从原来的极端执着到现在的极端彻底放弃。别忘了你是红尘人，你不是出家人，没有人供养你的。如果你原来不会做人，不会做事情，你太过于执着，现在你往回调整调整就好了。借助这些事情去修炼你一颗不执着它的心，很多人就修偏了。别给我不要，我要大爱。你这样就不能证明我是大爱了。不都说了吗？什么都不要，大爱才能够得到一切。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要，是我做了，但我不执着那个结果，有也行，没有也可以。不是说别给我啊，都别给我不要啊，别关心我啊。你这又是一个愚蠢的极端。你真的以为你远离工作，远离赚钱，远离生活，你躺平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不彻底放弃？你为什么不出家？你为什么不彻底远离红尘？出家是需要足够的福报，你有马，你没有这个福报，你还要在红尘当中反复锤炼，你还要在红尘当中做事情。你在先，你的脚不落地，你是能吃土还是能吃空气？我讲这些意思是呼唤你返璞归真，哪怕你不要大富大贵，保你富够你用就好，也要基本的劳动。所以人活着劳动为第一，赚钱工作很重要，先返璞归真，先做一个简单的公民。除非你出家了，否则你在红尘的一天没有人会供养你，更没有人供养你的孩子。咱有手有脚，太阳不从哪家门口过，别人凭什么来可怜我们？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说我会赚钱，但我不想赚钱，这是你的选择，只要你吃饱喝饱就好。或者说我现在正在踏踏实实的劳动，我不求大富大贵的假象，够支撑我这个假象的生命，活着修行就好。可怕的是我们做不了佛，也做不了人了，这就修偏了。不是说鼓励你拼死拼活的拿命换财，一个连让自己活下去都做不到的人，天天在为经济痛苦焦虑，还要做圣人，有点荒唐。世上圣人难得有，富人天天满街串，简单的你都搞不定，你还要修难的吗？穷你都搞不定，你都没有自信，那开悟你就有自信了吗？不开悟的原因有万万种，但穷的原因只有一种，就是懒。懒得行动，懒得思考，懒得学习，懒得坚持。你不是穷，你就是懒，你是真的懒。懒会给你带来穷，穷会消耗你的生命。你想做圣人，需要反复的锤炼，但吃饱饭很容易，只需要你突破懒。你看，行动起来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当富人，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圣人，但是所有的人都要吃饭，这是事实吧？没有人不需要吃饭的吧？关键是你吃的饭你需要自己来劳动，还是目前有人给你供养？这个你要搞清楚的。你要认清自己当下的身份和看清自己当下的处境。你不是出家人，没有人供养你，你在红尘上有老下有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承担你一天的责任。这就是第5个阶段当中最重要的，做自己。在人间给自己做饭，让自己活下去来修行。那做什么饭呢？饭是什么？从上帝视角来看的话，上帝说世间只有你和你自己，你爱的是你自己，玩的是你自己，恨的是你自己，吃的是你自己，做的是你自己，用的也是你自己，一切都是你和你自己。那么做自己就是用万事万物给自己做饭，因为万事万物是你自己，所以做万物就是做自己，就是做饭。在这里利用万事万物，整合万事万物，使用万事万物，为自己在人间做一场大餐。上帝说你有饭吃你就饿不死，饿不死你就可以继续悟，一切都是你和你自己之间的一场游戏罢了。你要用商人的视角看待万事万物，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是你篮子里的菜，都是你厨房里的道具。你是我的西红柿，我是你的辣椒，我们都是彼此篮子里的菜，都是厨房里的道具。别人拿我，我拿他，会拿你就饿不死，会拿你就会做饭，会拿你就不穷。那有人又要问我了，我这一篮子的菜，一篮子的道具，我就是不会拿呀，我就是不会用呀，我该拿什么放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哪些话能说，哪件事情能做，说我喜欢听的还是说别人喜欢听的，做别人喜欢的还是做我喜欢的等等。做人好难呀，记住，我曾经也飘过，也仙过，也有过脚不着地的时候，兜了一大圈，最终返璞归真来到人间。所以重点来了，你这一切选择的背后出发点要根据你当时的情况，拿起对你自己生存相对有意义、相对有利的道具，前提是不犯法，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因为对自己有利就是对别人有利，利益是相互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你真诚地让别人高兴，你也会高兴。你暂时说一句让别人高兴的话也没有什么，什么违背我的心啊？你的心在哪？你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什么你的心？三维空间当中哪有你的心？都是假象。你破了这个妄念，你的小情绪也就没有了。如果说这句话可以利益别人，可以帮助别人，怎么就不可以说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你自己？要么活下去，要么我高兴，你选择吧。我高兴能够当饭吃你就高兴的，你那一点点小情绪在这里只是一个幻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你尘埃？何况也没有人惯着你的小情绪，因为没有人惯着你，
所以你穷。你理解这句话吗？如果老板惯着你的小情绪，如果你的伴侣惯着你的小情绪，如果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惯着你的小情绪，你都不要管了，只管坐在家里面生气就好了。人家都把钱大把的送给你，大把的爱给你，就是因为没有人惯着你，没有人端着你，所以你才穷。你要把那句我不喜欢的话当成你的生存道具，你就没有喜欢不喜欢这一说。什么我喜欢听的，别人喜欢听的，在生存面前别跟任何人怄气。做自己不是一味的任性，也不是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也不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当然，我不是否定上面的存在，而是不影响你的生存前提之下，你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也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在关键的时候要考虑生存，让你自己先活下来。如果我不能让自己活下来，我就会失去做人的机会。如果我不能让自己活下来，那我一切的情绪都是矫情，都给我闪开，都要为我的活下来让路。比起浇灌我自己的小心思、小情绪，我更需要理性的来敲打自己。因为活着是对我这个生命最大的敬畏和尊重和珍惜。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留下做自己3个字。希望你能勇敢地做自己，余生活出自己最好的模样。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